有缘人，你终于来了！刷到这条影片，并非偶然，而是冥冥中天命的安排。你即将开启好运，感谢大家的订阅。频道今日要跟大家分享一个非常重要的风水秘诀，关系到你家中的财运、健康和人际关系。没错，就是关于钟表摆放的学问啊！哎呀，这可不是一般的小事情。频道行走江湖数十载，经常看到许多有缘人在不知不觉中犯了大忌，结果财运受阻，身体欠安，甚至家庭不和。今天我就要为大家揭开这其中的玄机，且听频道细细道来。钟表表面上看只是一个计时的工具，但在风水学中，它可是大有来头啊！哎呀，师傅，这不就是个钟表吗？有这么讲究吗？我知道很多人会这样想，且慢，钟表可不简单，它在风水学中代表着强烈的阳气。你想啊，它日夜不停地走动，发出滴答滴答的声响，这不就是一个活生生的能量发生器吗？这种持续不断的运动，在风水上来说，会产生非常强大的场。频道曾经在一个富贵人家做客，这家人原本经营的红红火火，但近来生意每况愈下。我一进门就发现端倪，客厅正对大门的位置，赫然悬挂着一个巨大的挂钟，这可了不得。这种摆放方式，就好比把家里的财运往外推啊。所以说，钟表的摆放讲究的是一个阴阳调和。什么是阴阳调和？简单来说，就是要让钟表这种阳气十足的物件，或家中原有的气场达到和谐的状态。来，让频道给大家讲个小故事。有个老主顾，他家道中落，找到频道询问原因。我去他家一看，原来卧室里挂了3个钟，这不得了啊！卧室本应该是阴柔之地，是休养生息的场所，结果被这么多钟表的阳气搅得不得安宁，能睡好觉才怪呢。各位有缘人要记住了，钟表摆放首先要避开的就是卧室。很多人喜欢在卧室放闹钟，这种小型钟表倒是问题不大，但千万不要挂大钟表或者摆座钟，否则不仅影响睡眠，还会导致夫妻感情不和，这可不是危言耸听啊！好了，说到这里，不知道大家对钟表的重要性有了多少理解？且听频道继续分解其中的玄机。记住了，这些都是频道几十年累积的经验，都是实打实的干货啊！说到这里，频道要强调一点，布置风水贵在平衡。就像古人说的过犹不及，钟表虽然重要，但千万不能盲目追求数量。频道见过太多人，一听说钟表能招财，就在家里到处摆钟，这就大错特错了。那么问题来了，到底哪些地方最适合摆放钟表呢？且听频道后面细细道来。各位施主且要耐心，这其中大有学问啊！说到适合摆放钟表的位置，频道倒是想起一件趣事。前些日子有个老主顾请我去看宅，进门就嚷嚷着，师傅啊，我听人说钟表摆得好能旺财，所以特意在厨房挂了个大钟，可是最近生意反而每况愈下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哎呦喂！听到这话，频道差点没昏过去。厨房啊，那可是一家人的财运中心，灶君老爷在那里主持着一家人的饮食起居，哪能让钟表的阳气去打扰？这不是存心给自己找麻烦吗？我常跟徒弟们说，厨房主财，万万要慎重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看看我们老祖宗的智慧，灶君老爷在厨房，那是要保持一个安宁祥和的环境，钟表滴滴答答的，不就等于在灶君老爷耳边吵吵闹闹吗？这哪里是请财，简直是在赶财啊！说到这里，频道要特别提醒各位有缘人，千万别在这些地方摆放钟表。第一个禁忌位置就是咱们刚才说的厨房。厨房不光是烹饪的地方，更是聚财纳福的场所。
你想啊，财从哪里来？不就是从口里来吗？所以厨房的气场一定要稳定，要让财气能够安安稳稳的在那里生发。第二个禁忌位置是正对大门。贫道经常遇到这样的情况，有的人家为了好看，偏偏要在进门正对面挂个大钟。哎呀，这可是大忌，门是进财纳气的地方，如果正对着一个不停走动的钟，那不就把要进来的财气都给搅散了吗？还有啊，楼梯附近也不能挂钟，为什么呢？楼梯是气脉升降的通道，好比人体的经络。你说在这种地方放个不停走动的钟，那不就等于在经络上搭了个路障吗？这样会导致家中气场不畅，住在里面的人容易心浮气躁，做事总是不顺心。最后一个要特别注意的地方，就是神像附近，尤其是财神爷的供奉处。贫道见过有人为了讨个吉利，特意在财神爷旁边挂了个钟，这可真是好心办了坏事。神像处讲究的是肃穆庄重，哪能让钟表在一旁滴滴答答的扰乱清静？有缘人啊，你们可能会问，师傅，这也不能放，那也不能放，那到底应该把钟表放在哪里呢？且慢，贫道这就要说到这其中的关键了。摆放钟表，首先要考虑的是阴阳平衡，比如客厅的西北角就是个不错的选择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西北位在五行中属金，钟表的金属属性正好能在这个位置形成共鸣，但前提是不能正对着沙发或者主要的休息区域。说到这里，贫道又想起一位老主顾的例子。这位施主原本在客厅西北角摆了个座钟，生意蒸蒸日上。后来听人说客厅正中央摆钟最旺财，就把座钟挪到了正中间。这一挪不要紧，接下来的3个月里，生意一落千丈，连续亏了好几笔大单。哎呀，看到这里，想必有缘人已经意识到了钟表摆放的重要性。不过且慢，贫道还要着重说说，错误摆放钟表会带来哪些具体的负面影响。首先是财运方面，钟表摆放不当，就像在家里装了个财运绞肉机，把好好的财气全都搅得七零八落。贫道见过太多这样的案例了，有的人明明很努力，可就是存不住钱，一到手就不知道流到哪里去了。查看他们家的风水，十有八九都跟钟表摆放有关。而且啊，钟表摆放不当，不光是破财这么简单。你们想想，一个人要是总是担心钱的问题，能睡得好觉吗？能保持好心情吗？这就涉及到了健康问题。贫道经常说，身体是革命的本钱，要是因为钟表摆放不当，影响了睡眠质量，那可是要出大问题的。说到这里，贫道想起一位女施主的遭遇。她在卧室挂了个复古大钟，觉得很有格调，可是挂了没多久，就经常失眠，做噩梦，跟家人的关系也变得紧张起来。后来找到贫道看风水，我一进她的卧室就知道问题出在哪里了。各位有缘人记住了，卧室是休息的地方，要以阴柔之气为主，钟表的阳气太重，会打破卧室原有的平衡。这位女施主在取下钟表后，很快就恢复了正常作息，家庭关系也重归于好。还有啊，贫道观察发现，很多人都喜欢在办公桌上摆个小座钟，这个做法要谨慎。如果座钟正对着自己，时间一长，不仅会影响注意力，还容易让人变得急躁、焦虑。正确的做法是把座钟放在办公桌的左后方或右后方，这样既能看到时间，又不会受到太大影响。说到这里，贫道不得不提醒大家一个重要问题，现在很多人家里都有智能设备，比如那些会显示时间的电子屏幕。这些东西虽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钟表，但也是有阳气的，所以在摆放这些设备的时候，也要注意避开我们前面说的那些禁忌位置。说起智能设备，贫道倒是想起一件趣事。前些日子，
有个年轻施主家里到处都装了智能屏幕，连厨房都放了一个。结果没过多久，这位施主就发现家里总是无端端的起争执，做什么事情都不顺心。各位有缘人要记住，科技再发达，也要遵循阴阳之道。这部频道这就要说到住宅中最重要的几个空间布局。首先说说厨房。民以食为天，厨房可是关系到一家人的财运和健康啊。厨房在风水上代表财帛，所以一定要保持气场稳定。厨房里不能放钟表，也不要放太多显示时间的电子设备，否则就会影响到聚财纳福的能力。频道曾经帮一户人家调整厨房风水，光是把厨房里的电子钟和带时间显示的微波炉移到别处，他们家当月的收入就比之前增加了30%，这可不是空穴来风啊。再说说大门，大门是一家人的气口，所谓气口通，财运旺。正对大门的位置最忌讳悬挂钟表或者放置显示时间的电子屏幕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这些东西的阳气会把进门的财气冲散。频道经常跟人说，大门对钟，钱财东送，这可是血淋淋的教训啊。还有楼梯，这可是住宅中的重要通道，楼梯附近不宜放置钟表，因为这会影响气场的流通。频道见过很多家庭，就因为在楼梯转角处挂了钟表，结果楼上楼下的人经常无缘无故的发生争执。最重要的是神位供奉处，敬神如神在，供奉神像的地方要保持肃穆清静。现在有些年轻人喜欢在神龛旁边放电子屏幕，这可是大忌。要知道，神位最忌讳喧哗杂气，钟表的滴答声和电子设备的嗡嗡声都会影响神位的清静。说到这里，频道要特别强调，如果家里已经出现了一些不好的征兆，比如财运受阻、家人关系紧张、睡眠质量下降等，一定要及时检查钟表的摆放位置。很多时候，只要把钟表移到合适的位置，这些问题就能迎刃而解。总结一下今天的重点，钟表虽小，却关系到一家人的运势，切记不可在卧室、厨房、正对大门、楼梯附近和神像处摆放钟表。如果已经出现了财运不济、家宅不宁的情况，一定要先检查钟表的摆放是否恰当。频道在此送大家一句话：顺应天时，调和阴阳，方能趋吉避凶。希望各位有缘人能够把今天所说的这些话放在心上，好好的调整自己家中的风水布局。最后，频道要送给大家一个锦囊妙计，如果你想要特别旺财运，不妨在元宵节子时，在米缸里放一枚铜钱，这铜钱最好是古钱，如果没有，现代的硬币也可以。放入时要口念聚财纳福，源源不断，这样可以让你的财运在新的一年里节节高升。有缘人啊，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，频道在这里祝愿大家福运亨通，财源广进。记得点赞关注，频道还会继续为大家分享更多的风水玄机。南无阿弥陀佛，善哉善哉，今日法会圆满，有缘再见。